同志们好，欢迎来到楚楚的频道。今天是2026年的1月13日，此时此刻的德黑兰正经历着或许是100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这种冷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低温，更是一种穿透骨髓的让人窒息的绝望感。就在我们录制这期节目的同时，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在黑市上已经彻底击穿了140万比1的心理防线。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一个普通的伊朗中产阶级，哪怕此时此刻口袋里揣着相当于一辆轿车的现金，等到他跑到交易所，可能只能换回几个车轮子了。一位德黑兰大学的资深教授，现在的月薪甚至不够买2公斤上好的牛肉。然而，就在这个老百姓连大饼都要精打细算的时刻，伊朗国家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却在播放另一番景象。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卡维尔沙漠成功试射了一枚代号法塔赫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电视里的播音员用激昂的语调宣称，这枚导弹只需400秒就能覆盖特拉维夫，是能够刺穿一切防御的征服者。一边是饭都吃不上的教授，一边是造价数百万美元的导弹，这画面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割裂，甚至有点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一个坐拥世界第4大石油储量、第2大天然气储量的国家，怎么就把一手好牌打成了今天这个烂局？2026年伊朗到底会发生什么？那个86岁神隐了快1个月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的健康状况到底如何？如果他真的倒下了，这个国家是会迎来新生，还是会彻底变成一个失控的怪兽？其实要看懂未来的伊朗，我们绝不能只盯着今天的头条新闻看，我们必须把时钟往回拨，去扒一扒这个古老帝国精神分裂的根源。今天楚楚就带大家深挖一下伊朗的诅咒与兴衰史，看懂这场即将到来的关乎全球命运的大变局。首先，咱们得打破一个巨大的认知误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伊朗就在中东，那是穆斯林国家，那肯定跟沙特、伊拉克、阿联酋这些阿拉伯兄弟是一家人吧？长得也像，信仰也差不多。同志们，如果你以后有机会去伊朗，或者遇到伊朗朋友，千万别当着他们的面说你们阿拉伯人如何如何。相信我，这是你能对一个伊朗人做出的最大冒犯，他可能会当场跟你翻脸。为什么？因为伊朗人，或者更准确的说，波斯人，他们骨子里有一种极其强烈的，甚至可以说是刻在 DNA 里的文化傲慢。这种傲慢不是贬义词，而是一种曾经统治过半个地球的文明底气。早在2500年前，当欧洲的日耳曼人还在森林里披着兽皮打猎的时候，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就已经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超级帝国，版图横跨欧亚非，甚至写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宣言。他们是雅利安人，说的是波斯语，跟讲阿拉伯语的闪米特人从人种到语言完全不是一个物种。这种历史记忆导致了一个很有趣但也非常致命的现象，伊朗在中东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孤儿。这就好比一个班级里周围坐的全是讲一种方言的亲戚，只有你一个人讲另一种语言，还觉得自己祖上比他们都阔，看不起他们。这种孤独感是伊朗这个国家灵魂深处的底色。而在16世纪，这种孤独感被另一种力量加倍放大了，那就是宗教。当时的波斯萨法维王朝为了跟西边那个强大的信奉逊尼派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划清界限，这帮波斯人做了一个影响至今的决定，我们不信逊尼派了，我们改信什叶派。这个决定有多绝？大家知道，在伊斯兰世界里，逊尼派占了 90%， 什叶派只有 10% 左右。伊朗这一招直接让自己变成了穆斯林世界里的少数派中的少数派，这就很让人玩味了。一个国家主动选择一种让自己被周围所有人孤立的意识形态，到底是为了什么？答案其实很扎心，只有2个字：安全。这是一种极致的防御性民族主义，就像一只刺猬，为了不被周围的狼群吃掉，它必须竖起所有的刺，告诉别人我和你们不一样。这种全世界都想害我的受害者心态，加上老子祖上比你们都牛的帝国心态，这两者混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现代伊朗那个极其纠结、极其敏感的灵魂。但是光有历史情怀和民族自尊是吃不饱饭的，
真正把伊朗推向现代深渊的，其实是地底下冒出来的那个黑色的东西——石油。它既是财富，也是诅咒。如果我们有时光机，回到1975年的德黑兰，你可能会以为自己穿越到了巴黎或者伦敦。那时候的伊朗是美国在中东最铁的盟友，没有之一。那时候的掌舵人叫巴列维国王，这哥们儿是个典型的全面西化论者。他看不起身边那些穿长袍念经文的教士，他觉得那代表着落后和愚昧。他认为伊朗的未来只能在西方，在于拥抱现代化。于是借着70年代石油危机带来的暴富，国际油价飙升，伊朗国库瞬间充盈。巴列维开启了一场疯狂的现代化运动，历史上称为白色革命。建铁路、建工厂、修大坝，甚至给妇女投票权，允许妇女摘掉头巾，穿迷你裙上大学。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是不是觉得这就是一个开明君主带领国家走向文明的故事？但这里有一个巨大的 bug， 也是所有强行现代化的国家最容易掉进去的坑。巴列维国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想把伊朗变成瑞典那样的高福利世俗化国家。但他用的手段却像个最传统的独裁者，他建立了一个恶名昭彰的秘密警察组织，叫萨瓦克。你敢反对国王的改革，抓起来！你敢在报纸上暗示国王的政策有问题，明天你就消失了。更糟糕的是，这场惊人的石油财富盛宴并没有流进普通老百姓的口袋。石油美元造就了一个极度富裕的西化的特权阶级，他们在德黑兰北部的半山豪宅里开派对，喝着法国空运来的香槟，谈论着去伦敦购物。而就在几公里外的贫民窟，农村涌入城市的百姓因为恶性通货膨胀，连饭都吃不饱。最讽刺、最能代表这种撕裂感的一幕发生在1971年。为了庆祝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巴列维国王在波斯波利斯的古迹废墟旁举办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奢华、最荒唐的派对。大家能想象吗？在那个年代，他从法国巴黎的马克西姆餐厅，那是当时世界上最顶级的餐厅，空运了整整18吨的食物，包括2700公斤的牛肉、猪肉。对，你没听错，在一个穆斯林国家，他空运猪肉给外国宾客吃，甚至连冰块都是从欧洲专门运来的。这场派对花了多少钱？当时的估算是1亿美元，那是1971年的1亿美元啊！你们猜怎么着？当国王在沙漠的豪华帐篷里跟各国元首碰杯的时候，就在几公里外的村庄里，伊朗的农民正在经历饥荒，甚至有人饿死。这种巨大的血淋淋的撕裂感彻底点燃了所有阶层的怒火。左派的共产党怒了，他们痛斥这是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自由派的大学生怒了，他们无法忍受独裁专制的压迫；巴扎市场的传统商人也怒了，因为国王引进的大型超市正在打破他们的饭碗。当然，还有那些被边缘化、视西方文化为毒药的宗教人士。面对满城怒火，巴列维国王并没有选择对话，而是开启了一场冷酷的大清洗。但他清洗错了对象，他把最有组织能力的共产党抓的抓，杀的杀，把最理性的自由派世俗力量打压的抬不起头。曾经的民族英雄，主张石油国有化的摩萨台总理早就被软禁致死。这就导致了一个历史的黑色幽默，国王以为他在拔除花园里的杂草，结果他把能开花的苗全拔了，最后只留下了唯一一株他拔不动，而且根系深得可怕的植物，那就是依靠全国9000座清真寺作为联络网，且领袖远在国外，让他鞭长莫及的宗教势力。竞争对手都死光了，历史的聚光灯自然就打在了这最后一个强人的身上。这时候，那个改变历史的老人登场了，鲁霍拉·霍梅尼。当时他还流亡在法国巴黎。霍梅尼是个绝顶聪明的政治家，他非常清楚，如果光讲深奥的神学，老百姓是听不懂的。于是他只抓住了大家的痛点，他录制了一卷又一卷的录音带，通过走私渠道偷偷运回伊朗。他在录音带里用苍老但坚定的声音说，国王是美国人的走狗，他在吸干我们的石油，他在摧毁我们的伊斯兰传统，我们要建立一个属于穷人的政府，石油收入将会直接发到你们家门口，水电全免费。这句话的杀伤力比核弹还大。1979年，愤怒的伊朗人走上街头，赶走了巴列维国王。
当霍梅尼乘坐法航波音747降落在德黑兰机场时，几百万人涌上街头欢迎他。人们以为迎来了自由，以为迎来了新生，但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也是这一段历史最黑色幽默的地方。当时在那几百万欢呼的人群里，有穿着牛仔裤的大学生，有没戴头巾的时髦女性，也有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天真的以为霍梅尼只是一个精神象征，革命成功后，这个老爷爷就会回到什叶派圣城库姆的清真寺去念经，把国家交给他们这些懂经济、懂现代化的精英来管。这简直是人类政治史上最大的误判之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卖了身还在帮人数钱。霍梅尼不仅没回清真寺，他转身就拿出了一套早就准备好的剧本，叫法基赫监护。他迅速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然后就像电影情节一样，他开始一个个解决掉曾经的盟友，左派抓起来枪毙，自由派打成美国间谍，女性把头巾给我带回去。仅仅过了2年，伊朗就从一个亲西方的世俗国家硬生生的调转车头，变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你以为这就是最糟的吗？不，就在伊朗内部乱成一锅粥的时候，邻居伊拉克的狂人萨达姆觉得这是个趁火打劫的好机会。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打了整整8年，死了100万人，把伊朗打得满目疮痍。但对于霍梅尼的政权来说，这场残酷的战争简直是天赐的礼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战争让所有内部的反对声音都闭嘴了，国家都要亡了，你还谈什么民主自由？这是圣战。正是借着这场战争，伊朗建立起了一套极其特殊的，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双重权力结构，一直延续到现在。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伊朗彻底变成了一个精神分裂的国家。到了今天2026年的前夜，这种分裂已经演变成一种魔幻的3重折叠。第一层是德黑兰北部的伪善者，你去那些高档社区看看，住在那里的革命卫队高层子女和权贵二代们，他们开着保时捷，在私人别墅里开泳池派对，喝着几百美金一瓶的走私威士忌，在那儿蹦迪。对这群人来说，反美是工作，亲美是生活。他们一边在网上高喊打倒大撒旦，一边把资产转移到加拿大，把孩子送去美国留学。制裁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灾难，而是垄断财富的护城河。因为正规贸易断了，只有他们能搞走私，他们垄断了进口渠道，赚得盆满钵满。第二层是夹缝中的普通年轻人，他们开着 VPN 在 Twitter、YouTube 上看世界，听泰勒·斯威夫特，狂热地向往现代生活。但他们既没有权贵的特权，又不想过古代的生活。他们要么在街头抗议中被打得头破血流，就像前几年的头巾革命一样，要么拼了命考托福、雅思，出国留学后再也不回来。结果是什么？是伊朗每年几万名顶尖人才的流失，这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失血。第三层，也就是最顶层，是那些掌权的胡子老爷爷。这些教士阶层，他们像是活在公元7世纪，嘴里念着经文，脑子里想着圣战，但手里却握着现代化的国家机器。这才是伊朗最大的荒谬。一群活在古代的老人，指挥着一群靠反美发财的权贵，强行统治着一群活在21世纪渴望自由的年轻人。这3种人不仅是阶层不同，根本就是生活在3个不同星球的物种。好，我们继续讲讲霍梅尼留下的这套独一无二的体制。如果你打开伊朗的宪法，你会看到这个国家有总统、有议会、有选举，每隔4年大家也会煞有介事的去投票。你看看电视新闻，会觉得这看起来挺民主的啊，亲们千万别被骗了。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最令人细思极恐的设计。双重政府在伊朗其实有2个政府在运作，一个是明面上的政府，就是那个经常上电视的总统，比如2024年当选的马苏德·佩泽什基安。他上台前是个心脏外科医生，以改革派的面目出现，承诺改善民生，缓解制裁。但实际上他的工作是什么？处理外交口水战，管管自来水供应，或者背一背经济崩盘的黑锅。说难听点，
这就是个高级大管家，是个顶雷的。另一个是影子政府，这才是真正的权力核心。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哈梅内伊就接过了最高领袖的权杖，这一握就是30多年。在这个核心里，哈梅内伊不只是一个精神导师，他还是三军统帅，他手里握着司法机构和国家电视台，还有一个可以随便否决任何法律的机构——宪法监护委员会。这就解释了我们困惑了几十年的问题：为什么伊朗选出了像佩泽什基安这样的改革派总统，想跟美国谈判，结果谈着谈着就黄了？因为管家想开门迎客，但屋里的主人手里拿着猎枪，直接把客人吓跑了。总统在伊朗本质上只是领袖意志的执行者，连内阁名单都要领袖点头才能通过。但这还不是最黑暗的。如果说权力是这套系统的骨架，那么金钱就是它的血液。大家都知道伊朗被美国制裁了40年，理论上早就该破产了，对吧？但这里有一个匪夷所思，甚至有点想笑的逻辑：制裁这件事其实并没有饿死统治阶层，反而让他们发大财了。怎么做到的？隆重介绍这部恐怖片的主角——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外界眼里，他们是军队，但在伊朗人眼里，这就是一家拥有枪炮的超级巨无霸公司。当美国封锁了伊朗的正规贸易渠道，沃尔玛进不来，家乐福进不来，那谁有能力搞进口？谁有能力搞走私？只有掌握边境、机场和港口的革命卫队。他们控制着一种被称为隐形码头的走私网络，任何货物从这里进出都不受海关监管。他们控制了伊朗的通讯基建，控制了石油走私网络，甚至控制了德黑兰的房地产。有一个数据可能会吓到你，伊朗大概有1/3甚至1半的经济活动是控制在革命卫队和几个只属于最高领袖的宗教基金会邦尼亚兹手里的。这些基金会不用缴税，不接受审计，是一个巨大的黑洞。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国家被制裁，正规商人倒闭，革命卫队接手市场，通过黑市走私赚取暴利。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为什么伊朗内部的强硬派根本不想跟美国彻底和解？因为一旦和解，市场开放，国际大公司进来了，透明度提高了，这些靠垄断和走私发财的军头们，难道喝西北风去吗？这才是伊朗经济崩溃的真相，不是没钱，而是钱都在不需要对人民负责的人的口袋里。当然，光靠吸国内的血是不够的。伊朗能在中东这个火药桶里活到现在，还得益于他那一手精妙绝伦的大国间走钢索技术。我们把视角拉高，看看这张世界地图。在伊朗的东边是它的经济生命线，中国；在伊朗的北边是它的军事难兄难弟，俄罗斯；而在西边和南边是它的死敌，美国和以色列。这四方势力就像4根柱子撑起了伊朗这个危如累卵的舞台。要读懂伊朗的今天，我们绕不开房间里的大象——美国。很多人以为美伊关系是1979年才坏掉的，其实这笔账要从1953年算起。这是一场长达70年的因果报应。当年伊朗选出了一个想把石油国有化的总理摩萨台，美国 CIA 觉得这不行，我的石油利益怎么办？于是 CIA 策划了代号阿贾克斯的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理，把巴列维国王扶上了独裁者的宝座。前面我们讲了，摩萨台最后被软禁致死。请记住这一点，当时伊朗人对美国的恨不是因为宗教，而是因为美国亲手掐死了伊朗民主的萌芽。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霍梅尼能煽动反美情绪的根源，因为历史剧本就在那儿摆着。1979年革命后，激进的学生冲进美国大使馆，扣押了52名美国人质整整444天。这对美国来说是奇耻大辱。从那以后，美国的对伊政策就只有一个逻辑：整死你。时间来到现在，随着美国对伊政策的持续强硬，策略已经从遏制变成了窒息。尤其是如果美国重新祭出极限施压 2.0 版本，逻辑很简单，不跟你谈什么核协议，直接封锁你的所有石油账户，威胁所有敢跟伊朗做生意的银行。美国现在就是拿着枕头闷在伊朗脸上，看你能憋气多久。对于德黑兰来说，美国不是一个地缘对手，而是头顶那把随时会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们造核弹，说白了就是为了让美国在按下政权更迭按钮前犹豫那么1秒钟，
再说中国，如果你去伊朗南部的港口看看，你会发现那一船一船运出去的石油，绝大部分的目的地只有一个，中国。自从几年前签署了那个神秘的25年全面合作协议后，北京实际上成了德黑兰最后的提款机。但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战略悖论，伊朗拿了钱，转手就去资助也门的胡塞武装，让他们在红海砸商船，这就很尴尬了。红海是谁的贸易通道？也是中国的啊。所以你会看到一种很微妙的外交表情，中国一边买伊朗的油，一边在联合国皱着眉头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伊朗其实是在赌中国为了对抗美国的全球霸权，不得不捏着鼻子继续养着自己这个捣蛋鬼。但这只是伊朗单方面的幻想，打开账本看看吧。中国和沙特、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的贸易额是1000亿美元级别的，而伊朗呢，连个零头都不到。特别是2024年的数据，伊朗在中国全球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仅为 0.02%。对于中国来说，沙特是大金主，是核心客户，而伊朗充其量就是个打折加油站，而且还是个会惹麻烦的加油站。再看俄罗斯，这俩简直就是被制裁者联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用的见证者自杀式无人机是伊朗给的，作为回报，俄罗斯把苏35战机的技术，甚至是核技术的边角料偷偷塞给了伊朗。这是一场标准的魔鬼交易，你给我矛，我给你盾，我们一起恶心西方。但说穿了，这就是两个溺水的人互相抱着大腿，以为这样就能浮起来。伊朗给俄罗斯送无人机，送导弹，指望俄罗斯能给点武器来保命。结果呢？到了现在，这些苏35大部分还在 PPT 里或者交货遥遥无期，俄罗斯自己产能都不够用，哪有闲工夫管你？再说了，俄罗斯和以色列的关系其实一直很暧昧，普京并不希望看到伊朗在中东一家独大，拥有核武器。所以伊朗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他把赌注压在了东方，结果发现俄罗斯没能力救他，中国没动力救他。当以色列的导弹飞来时，德黑兰能依靠的只有自己那套千疮百孔的防御系统。再来看看和伊朗之间持续了几十年影子战争的以色列，各位，这里没有好人坏人，只有手段的肮脏与残酷。站在以色列的角度，摩萨德在伊朗境内干的事儿，简直像是好莱坞谍战片，甚至比电影还夸张。他们不仅仅是网络攻击，他们还搞定点清除。从早期的核科学家被当街射杀，到后来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在德黑兰的国宾馆里被精准炸死。以色列的逻辑很简单，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对以色列来说就是灭顶之灾。为了生存，也为了维持核垄断霸权，我可以无视你的主权，把你的首都当成我的后花园来铲除威胁。而伊朗呢，既然正面打不过，那就玩阴的。伊朗革命卫队支持的真主党和哈马斯干的也不只是抵抗运动，还有无差别的袭击。他们向以色列北部的贫民区发射火箭弹，在阿根廷炸毁犹太人中心，甚至绑架西方游客作为谈判筹码。这就是中东最无解的死结，一方用高科技搞暗杀，一方用代理人搞恐袭，最后倒霉的是谁？是加沙废墟下的孩子，是被火箭弹炸毁家园的以色列平民，还有那些因为国家被孤立而买不到救命药的伊朗老百姓。讲到这儿，大家看懂伊朗现在的处境了吗？他以为自己是棋手，其实他是棋盘上的那块肉。美国想宰了他，以色列在放他的血，俄罗斯拿他当炮灰，中国只把他当备胎。而他自己内部，老百姓恨不得政府明天就倒台，军队内部也为了抢骨头咬成一团。为了维持统治，哈梅内伊当局非常聪明，他们发明了一种叫前沿防御的战略。简单说，就是为了不让战火烧到德黑兰，必须在别人的首都打仗。真主党、哈马斯、胡塞武装，这些不是他的盟友，而是他买的保险杠。每年几十亿美元的资金像输血一样送往这些组织，这就导致了今天这个局面。以色列即使把加沙翻了个底朝天，甚至空袭了贝鲁特，但只要伊朗本土的革命卫队指挥中心还在，这场中东的战火就永远灭不掉。但是凡事都有代价，这个代价不是由哈梅内伊付的，而是由伊朗人民付的。当你在德黑兰的街头听到抗议群众喊出那句著名的口号
不为加沙，不为黎巴嫩，我的生命只为伊朗。你就知道，这个依靠输出革命来维持合法性的政权，它的电池快要耗尽了。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就明白了，为什么每次高官被暗杀，甚至连大使馆都被炸了，伊朗的反应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还被网友戏称为中东忍者龟。这说穿了就是一种政权崩溃恐惧症。我们必须看清伊朗政权的本质，它根本不是什么铁板一块，而是一块用胶带勉强粘起来的碎玻璃。首先是缺钱导致的军心动摇，革命卫队虽然靠走私发了大财，但钱全进了高层将领的瑞士银行账户，底层的士兵，甚至是那些用来镇压百姓的巴斯捷民兵，已经好几个月领不到全薪了。你指望一群连房租都快付不出来的阿兵哥去跟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或者以军拼命吗？哈梅内伊心里很清楚，一旦真的开战，最先反水的可能就是自己人，其次是内部派系林立，革命卫队内部也是各怀鬼胎，强硬派想打是为了趁机夺权，温和派不想打是怕海外资产归零，更别提正规军长期被革命卫队打压，双方的心结深得很，内斗都来不及了，这才是伊朗怂了的真相。不是他们不想报复，而是这台老旧的国家机器早就锈死了。哈梅内伊知道，只要枪不开，他还是那个令人敬畏的中东雄狮，但只要一开火，大家就会发现，这只狮子其实是纸糊的，里面早就被蛀空了，所以他只能忍到核武造出来，或者忍到把这副烂摊子丢给下一个人。现在86岁的哈梅内伊正在走向他生命的尽头。据外媒报道，面对暗杀威胁和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哈梅内伊甚至已经拟定了一份包含3个候选人名字的秘密名单，这份名单连他最亲近的助手都未必知晓。现在的伊朗就像一辆时速200公里的跑车，驾驶员心脏病发作了，而副驾驶座上几个人正在抢方向盘，谁会赢？如果是哈梅内伊的儿子莫伊塔巴接班，那伊朗将从神权共和国彻底变成一个家族独裁王朝，这会让那些依然相信伊斯兰革命理想的老一辈教士彻底崩溃，因为他们当年革命就是为了推翻巴列维的世袭王朝，结果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如果是革命卫队借机发动政变，踢开教士集团直接军管，那伊朗将变成一个纯粹的军事独裁国家。但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是那些在街头的年轻人。伊朗有 60% 的人口在30岁以下，他们是玩 Instagram 长大的，他们用 VPN 看 YouTube， 他们对那个1979年的革命神话毫无感情。对于这 60% 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政权不只是狱卒，更是一个无能的管家。我们翻开人类历史，无论是哪个文明，哪个帝国，有一个定律是永远不会变的。当一个政府既不能给人民提供面包，又不能给人民提供尊严，甚至连最基本的安全感都给不了的时候，他的倒数计时钟声就已经敲响了。他们可以用枪杆子压制街头的抗议，可以用宗教警察抓走没戴头巾的女孩，但他们解决不了通货膨胀，解决不了空空如也的冰箱，也解决不了每个人心里的绝望。民心一旦死了，任何强大的军队都只是沙堡。现在的伊朗看似拥有能打到特拉维夫的导弹，但它的根基早就被蛀空了。结局会是什么？我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历史不是小说，它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混沌。也许明天哈梅内伊去世的消息就会传出，德黑兰会陷入短暂的混乱。也许革命卫队会用更血腥的手段镇压一切，又或者这只高傲的波斯猫会在外部压力和内部撕裂中迎来一场新的无人能够预料的大革命。但老百姓的苦日子什么时候能到头呢？讲到最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让人背脊发凉的历史规律，似乎只要美国强势介入的地方，最后往往都会制造出一个比原来更可怕的怪物。当年为了石油利益， CIA 推翻了伊朗民选总理，结果制造出了霍梅尼教士政权。后来为了打击苏联，美国扶持了阿富汗的圣战者，结果孵化出了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再后来为了推翻萨达姆，美国打烂了伊拉克，结果权力真空让 ISIS 趁机崛起。这就像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诅咒，美国总是用战术上的胜利换来战略上的灾难。
包括之前的影片我们聊过的委内瑞拉，美国总会按照同一个逻辑在运转，那就是为了控制石油策动政变，导致极端势力崛起。为了打击这个新冒出来的极端怪物，美国又不得不扶持另一个势力。而老百姓呢，从美国第一次介入开始，他们就陷入了战争和苦难，而这些苦难又会制造更多的仇恨和难民。从此，这里的老百姓就永远生活在这样恐怖的轮回当中。现在，当华盛顿再次准备对伊朗极限施压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这一次从伊朗崩溃的废墟里爬出来的，会是一个拥抱自由的新国家，还是一个更加疯狂的怪物呢？这个问题留给时间，也留给屏幕前的你们去思考。好了，这期关于伊朗命运的深度复盘就聊到这儿。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让你对中东局势有了不一样的视角，请在评论区回复数字1。如果你觉得伊朗的困局无解，请回复2。这里是楚楚看天下频道，用最通俗的语言带你看懂最复杂的世界。别忘了动动你的手指，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次的精彩分析了。我们下期见。